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 继上次做了素鸡之后，今天要来做面筋。自己洗面做面筋真的超级疗愈，整个过程简直太舒压了。洗面筋呢，说实话是一个一举两得的食谱。洗面筋剩下来的粉浆水千万别丢掉，要拿来做凉皮哦。甚至改个方式，还可以做出很像润饼皮的饼皮，但因为每个部分都有很多的细节，今天这一集呢就详细的分享如何做出成功的面筋。但是要麻烦大家专心看影片。我发现很多人是用跳的看，很多重点没看到，还说没有讲，不认真真的要打屁股呢。好乖，我们认真看下去。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首先要揉出面团，清水中加入盐，不要担心这个盐分呢是增加筋性，吃的时候绝对不会太咸。把这个盐水呢分次的加入面粉当中，因为面筋嘛，当然是想要筋度高，所以我用的是高筋面粉。如果你没有高筋面粉，想要中筋面粉也是可以，但是不要用低筋哦。这个面团水分含量稍微高一点点哦，我这个面团大概是 60% 的水，你想要降到 55% 也可以，就是把它揉成团哦。表面我们不追求光滑，因为等等就要洗面哦。有揉面机、搅拌机、调理机的，强烈推荐用机器帮忙揉，机器揉嘛，可以揉出筋性又省时。这团面我们要来泡水静置松弛30到60分钟，至少要30分钟哦。想要筋性更强一点的，甚至可以泡盐水，大概就是1到2小匙的盐就可以。盐可以增加筋性，刚好有真空盒我会再加上真空，也是为了增加筋性的缘故。没有真空盒的就不用抽真空。另外来试个机器的版本，好久没用到我的面包机了，拿出来给它运动，免得都要长蜘蛛网了。我这个是 Panasonic 的，直接选做乌龙面的形成。成团之后一样泡清水或是盐水，这个我就泡清水，只要盖过面团就可以，一样静置30分钟到1个小时。真空的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就取出面团。因为这个版本加的是盐水，我们要先把它倒掉。如果你用的是清水，就直接开始洗。那这个盐水就不要咯，因为这个有盐也不适合拿去浇花花会被你弄死。泡盐水呢，就是筋度会更强一点。我们就把它倒到一个大盆子当中准备要开始第一回合的洗面。真的太喜欢洗面筋了，这过程超享受。一开始可以用边翻边压的手法这个水呢会越洗越乳白越浓稠，我尽量会争取到3回合就洗好面，所以第一次几乎会洗到 60%。也可以用慢慢搓洗的方式越洗越洗呢，会感觉这个面筋呢越来越松散，但记得不要用力乱扯你就是很轻柔的去洗它，就感觉你好像在洗一个袋子，袋子表面沾满了面糊，你要把它轻轻的洗掉的概念。手中这个呢就很像袋子的主结构，不要把它扯坏了，就轻轻洗，然后把它捞起来碎的部分。什么时候洗的差不多了呢？就是感觉这个水变得非常浓郁浓稠很像牛奶，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个滤网过滤。底下的粉浆呢一定要留下来网篮上的面筋呢可以收一下整理一下，你可以看到表面有一些比较白的面团部分这个就是还没有洗干净的地方。面筋的主体是比较偏黄色的，白色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无筋面粉，也就是成粉。这盆就是成粉的面浆水了，至少静置4个小时沉淀。沉淀好的浓面糊呢就可以拿来做凉皮，或者是另外一种的润饼皮，这个我会在下一集分享。接着在第2次的洗面，换一盆干净的清水，继续的搓洗轻轻的搓洗像在洗珍贵的手帕一样，千万不要粗鲁的把面筋给洗断咯。这个阶段可以边洗边集中，边挤压多余的水，你就会发现呢，面筋可以团在一起。基本上这个面筋现在呢，几乎已经洗好了，看起来就像一块黄色的海绵一样。第2次的洗面水，我们可以加入第1次的洗面水中，洗面水就拿去旁边沉淀面筋呢，我们再洗最后1次，你会发现几乎洗不出什么面浆了。这个阶段也可以直接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就是要彻底把面浆给洗干净。完美的面筋已经被洗出来了。
500克的高筋面粉大约可以洗出180克的面筋，这个数字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刚做完的面筋捏掉水哦，你觉得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是脑可以稍微甩打一下，让它的筋性更明显，也可以顺便把水分给打出来，又是一个舒压疗愈的动作了。谁今天惹到老娘，趁机丢面筋给他发泄一下。有没有发现我的面筋变大了？没错，我又加了另外一团面筋。洗好的面筋呢，还不要操作哦，因为它现在还很紧哦。一定要经过松弛醒面筋的过程。醒面筋的过程呢，要加入清水，泡水醒面筋至少1到5个小时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醒1个小时。想要蒸出来的面筋孔洞很大，可以拉长静置松弛的时间。在网络看到一个用面包机洗面筋的版本，就来试试看咯。因为怕水会溅出来，所以表面给它套个浴帽。我的面包机只能选做乌龙面的形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件形成设计的不一样，我这个过程搅打的力道真的太强劲了，水溅的机器真的快要淹水了。重点是面团直接跟水打到融合在一起，直接变面糊说真的是靠自己才好，不要相信别人。害我这个面糊呢，只能再加上高筋面粉，再揉成面团，然后还是乖乖用手洗。我觉得应该桌上型搅拌机更适合，因为它可以调低速，不然就是面包机要可以设定低速搅拌。不过因为自己洗真的很疗愈，我还蛮享受自己洗的。松弛好的面筋呢，看不出来还是像脑子一样。我的这个做法不用加泡打粉、酵母粉直接拿个容器抹点油，放入泡水松弛好的面筋。它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一经过水蒸或是水煮会预热整个膨胀起来，然后遇冷之后再收缩，所以蒸好或是煮好的内部呢，可以造成很多的孔洞。水滚后放入，直接蒸20到30分钟，时间就是看你的面筋大小。这块面筋拿来示范用水煮的方式，面筋也可以拿来塑成不一样的形状先看一下它的侧剖面非常的光滑细致，可以把它切成小块状。切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它的柔软。哇哦，看一下它的筋性拉力，真的太赞了。基本上这也是面包薄膜的概念啊。筋性呢，就是面包的钢骨结构的概念。太有趣了，简直就是泡泡糖，超级 Q 弹的呢。我们取一块直接把它用手撑开来，也可以用擀面杖辅助把它擀开。如果操作过程动作太多，面筋可能又会变紧会收缩再静置松弛一下就好。来卷一个迷你面肠给大家看，迷你版的面肠用手就可以卷我就把它对剖。如果是用筷子来卷，就不用对切这一刀了，直接把它绕在手指上面，就像缠绷带一样。缠完了之后呢，就直接翻它，把它翻出来这样就是迷你版的面肠了。如果取一小块，直接把光面朝外收成一个小圆球状，这样就是圆形的面筋，很适合拿来气炸或是油炸。超级可爱的面筋，看你想爱怎么玩就怎么玩。这一批就直接拿来水煮水滚之后直接放入面筋，直接用大火煮个20到30分钟就可以。一定要记得盖盖子如果有透明的盖子用透明的盖子，因为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面筋在煮的过程会越来越膨胀，然后也会产生一些泡沫。它在打开锅盖的瞬间呢，会从原本膨胀的状态慢慢的又收缩了。也就是因为这个膨胀收缩的过程，会让它的内部组织呢产生很多的孔洞。看一下真的这个也是比原先进去的时候再膨胀一些，放凉会收缩是正常的。来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组织，切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它充满了弹性。这个静置了1小时的版本孔洞普通还不错。如果你想要它更大的孔洞的话呢，就是要静置的时间再拉长可以拉长到4到5个小时但说实话，这个1小时的口感已经非常好了。光看它有没有嫩 Q 啊嫩 Q。
拨一下也可以感觉到它，拨不丢，就是面筋。直接把它切成小块状，这个就可以在下集做凉皮的时候使用哦。当然，想要拿来做其他面筋的食谱，绝对没问题。超有趣的做面筋，等你交作业。I got this picture in my closet. It's gathering dust right now, and the edges have been folded once or twice. 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立马分享给亲朋好友，让他做给你吃。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拜。Picture of you, you're standing by that window, playing your guitar, and if I close my